我是娜美，欢迎来到娜美教室。今天带你走进迈克·杰克森的故事。在月球漫步诞生之前，他是谁？1958年8月29日，在美国印第安纳州一座叫做盖瑞的工业小镇，一个男孩出生了。那个年代的盖瑞，钢铁厂的烟囱日夜喷吐出黑烟，空气里混着铁锈味和煤灰，工人们在闷热的厂房里讨生活。这座城市不富裕，但人们在这里繁衍、争吵、唱歌，努力过着属于自己的日子。那个男孩的名字叫迈克·约瑟夫·杰克森。他的父亲乔瑟夫是一名吉他手，怀抱着明星梦，却始终没有闯出名堂，最终成了钢铁厂的工人。母亲凯撒琳是虔诚的耶和华见证人信徒，温柔但坚定，她把音乐和信仰一起唱进了孩子们的生命里。杰克森家住在杰克森街2300号，一栋只有2个卧室的小木屋，却住着2个大人和9个孩子。迈克排行第7，他和哥哥们共用一张床，共用一个梦。在那个窄小的空间里，音乐是他们唯一说得上奢侈的东西。乔瑟夫·杰克森是个复杂的人，他爱孩子，但他的爱带着刀锋。他相信严厉才能造就伟大，于是他把儿子们当作他未尽梦想的容器，用近乎残酷的方式训练他们。排练时，只要有人走音或踩错节拍，皮带就是答案。迈克后来说，小时候只要看到父亲走进房间，他就会浑身颤抖，连睡觉都梦到父亲愤怒的脸。这段记忆刻在他身体里，一辈子也没有磨平。但有一个细节让人心疼，迈克在很小的时候就展现出惊人的模仿能力。他会仔细观察哥哥们的动作，再悄悄加进自己的变化。邻居说，那个小男孩走路都像在跳舞，好像全身的细胞都是音符。就连乔瑟夫这样的父亲，也在某一天的排练里突然停下来，盯着5岁的迈克，说了一句：“这个孩子和其他人不一样。”1964年，乔瑟夫正式把几个儿子组成乐团，起初只有杰基、提托和吉玛尼3人，后来马龙加入，再后来最小的表演者出现了。那年迈克只有6岁，但他站上舞台的那一刻，所有人都知道主角不是哥哥们，是他。杰克森5人组的早期演出几乎都是在盖瑞当地的俱乐部和学校举行。有一个流传很广的故事，有一次在当地的夜总会演出，台下的大人喝着酒，根本没人在意一群小孩。直到迈克开口唱起詹姆斯·布朗的歌，整个场子安静了，然后是掌声，然后是跺脚声。一个陌生人后来走到后台，对乔瑟夫说：“你确定那个孩子才7岁？”他们模仿詹姆斯·布朗，模仿诱惑合唱团，模仿当时所有的灵魂乐偶像。但模仿不是迈克的目的，他在观察，他在学习一种语言，那种用身体说话的语言。有时候排练结束深夜回到家，迈克还会对着镜子继续练习，直到妈妈催促他去睡觉。第4章 Motown 时代。少年迈克即将踏上全美最大的舞台，继续看下去。1969年，杰克森5人组终于等到了那通改变命运的电话。美国最具影响力的黑人唱片公司 Motown Records 同意让他们试镜。那一天，一家人开车前往底特律，孩子们穿着母亲为他们缝制的演出服，坐在车里沉默不语，每个人心里都清楚，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Motown 的老板贝里·高迪后来说，他见过无数天才，但迈克·杰克森是他见过的孩子里
最让他起鸡皮疙瘩的那一个。试镜当天，11岁的迈克唱完一首歌，台下沉默了几秒，然后整个房间炸开了。Motown 为他们量身打造了形象，把他们包装成充满活力的少年偶像。1969年10月，他们的第一首单曲《我想要你回来》一发行就冲上告示牌排行榜第1名，并在榜上停留数周。美国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一群孩子，他们的音乐不只是音乐，是一种快乐的冲击波。成名的代价从来不是免费的。当杰克森5人组开始在全美各地巡演，迈克才11岁。他没有暑假，没有普通孩子能去的球场或游泳池，没有放学后漫无目的的闲晃。他的童年被塞进了录音室和舞台，被塞进了演出日程和采访行程。有一件事让人想起来格外心酸。迈克后来在访谈中说，他记得在酒店房间里趴在窗户上，看着外面的孩子在公园玩耍，他不知道自己是应该羡慕他们，还是应该感激自己已经拥有的。他只知道玻璃那一侧的世界和他的世界不是同一个世界。在那些年里，迈克见识了成人世界的一切，那些在夜总会后台徘徊的陌生人，那些他不应该在这个年纪听到的谈话，那些让一个正在长大的孩子困惑又害怕的事物。他带着这些记忆长大，而这些记忆后来变成了他某些最深刻作品的根源，也是他某些最深的伤口。第6章，青春期的裂缝。从乐团到独唱，迈克开始寻找只属于他自己的声音。进入70年代，杰克森5人组继续活跃，接连推出热门单曲，迈克的独唱事业也悄悄起步。1972年，他以13岁之龄发行了个人首张专辑《麻烦男孩》，同年的单曲《斑》，那首关于一只宠物老鼠的情歌，成了他人生中第一首登上告示牌排行榜冠军的独唱单曲。1975年，杰克森5人组离开 Motown， 转投 CBS 旗下的 Epic Records。这是一个重要的转折，因为在 Epic， 他们有了更多的创作自由，而迈克也开始找到属于自己声音的轮廓。他知道哥哥们的世界是他的起点，但他同时也清楚感受到那个起点已经容不下他越来越大的梦。1977年，迈克在百老汇音乐剧电影《绿野仙踪》中出演稻草人一角，正是在这次拍摄期间，他遇见了改变他命运的人——制作人昆西·琼斯。那时候迈可不到20岁，昆西已经是爵士乐和流行音乐界的传奇。两人在拍摄现场的一次闲聊中，聊到了音乐，聊到了声音，聊到了那种只能用身体感受，无法用语言解释的节拍。昆西说，他从没遇过一个人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把自己心里想的音乐精确地说出来。他决定和迈克合作录制一张个人专辑，而那张专辑的名字叫做《Off the Wall》，墙外的世界。1979年，《Off the Wall》发行。专辑一出，整个音乐界都感受到了那股震动。流畅的舞曲节奏，细腻的情感，以及一个已经不再是男孩的声音。虽然那个声音还年轻，但他已经知道自己要去哪里。这张专辑在全球卖出了2000万张，让21岁的迈克·杰克森一个人横跨了 R&B、放克和流行乐3个榜单的冠军。第8章，站在悬崖边缘的人。昆西·琼斯已经在等了，那双脚准备好了吗？1979年底，迈克站在一个悬崖的边缘。他已经成功，但他知道那还不够。
他告诉昆西，他要做出一张让整个世界都无法忽视的唱片，不是最畅销的，是最无法被遗忘的。昆西听了，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好，那我们就开始工作吧。”那个工作就是后来改变流行音乐历史的颤栗。但那是下一个故事的开始。此刻，我们只需要记得那个曾经趴在酒店窗户上望着公园里玩耍的孩子的小男孩。那个男孩用了21年，把自己从盖瑞小镇的狭小木屋带到了整个世界的面前。月球漫步还没有开始，但那双脚已经准备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喜欢的话记得按赞、订阅、分享。我们第2部见，拜拜。